他能在头发丝上刻100个字。只见他先把头发固定起来，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，最后呢给头发上个色，文字在显微镜下就显现出来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地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还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。相对来说，在小米粒上刻字就显得简单多了。大叔说，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，刚开始做的时候刻了100多根头发，1年下来呢只成功了2根，为此自己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，见到别人都是先看头发，黑长直是他的最爱。他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，还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，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1克就能卖3000块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，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，没想到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这就很神奇了。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工作人员闻了闻，确实没什么臭味，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说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，哪来的鲸鱼便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，接下来直接找专家。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，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。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，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。一番分析后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。那泡沫就给接了。然而下面这个小哥也把不值钱的东西当成了宝贝，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，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。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他也不废话，直接啃了一口。不仅如此，什么红薯、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，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。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。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，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。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，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。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，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，然后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，还要不断测试音准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就这，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。没想到还都吹响了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，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。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，拿着1颗洋葱就开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第一次见面，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脱掉了袜子，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没有脚趾甲。不仅如此，他连手指甲也没有，指甲的位置光秃秃的，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，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，一拿起来就会滑下去，杯子在手中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。大家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真的看不到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，手上也总是伤痕累累的。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，他就这样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。医生说他患有一种名叫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罕见疾病，由于是遗传性的，所以没有根治方法。其实这些大叔都无所谓，他在意的是女儿。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，看到女儿有着正常指甲，大叔激动地哭了。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现在大叔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每天都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 커튼실하고 안 다치시면 좋겠고 안 다치게 기도할게요. 大妈每天捡钱100块，却差点丢了老命。钱都是从这棵柿子树下捡的，硬币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，1个月捡了一大杯。对于这种现象，当地老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，象征着家族兴旺，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下的硬币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树下却找不到任何硬币，只有他家店门口的树会这样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大妈很焦虑，说这明显和自己有关，难道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吗？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丢硬币的人。
经过漫长等待，终于发现了一位可疑人员。大家亲眼看见他经过柿子树的时候，丢下了一个什么东西。记者赶紧追了上去，却结果发现他只是丢了一个树叶而已，是个误会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安装了监控，就再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。但每天早上树下的硬币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他更慌了，只能没日没夜地守着监控。终于在第3天，他看到一个神秘的身影在向树下丢东西，而这个身影竟是每天都会和他见面的人。店主大妈吓得不敢说话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在一枚硬币上贴了一张白纸，偷偷放进了收银机。没一会，店里来了一个收废品的大妈，买了一杯咖啡。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他。第2天早上，这张带记号的硬币果然出现在了那棵柿子树下。店主确认一直丢硬币的就是这位收废品的大妈。随后节目组找到废品大妈，大妈也承认是自己丢的。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，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，而且还不要钱。为了表达感谢，每次会从卖纸箱的钱里拿出50偷偷丢在树下。知道真相的店主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真是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啊！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。就在她拔牙回家后，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的，足足有20颗，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。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，仔细一看差点吓死了。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类牙齿吗？牙医看了一眼，说不仅是人类牙齿，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。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，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。从形状上判断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，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。一听说是乳牙，大爷很不理解，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，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？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？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。10号这天，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。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，自己记性不好，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。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。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接着来到牙医诊所，调出了监控，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这房子是他们租的，1年前才搬进来的，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。大家瞬间醍醐灌顶，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。接着联系到了房东，一问才知道，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小伙在95岁奶奶的脸上摸了又摸，甚至连胳膊也不放过。小伙并不是变态，只因这位中国奶奶实在太神奇，她曾经死过，只过了3小时又活了过来，不仅长出了黑头发，还长出了新牙。村民都参加过她的葬礼，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，看起来非常健康。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老人说只记得自己生病住院，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。面对大家的质疑，老人的儿子直接向大家展示了证据，一口在老人死后才准备的棺材以及寿衣。老人的女儿说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当时在医院母亲就没了呼吸，身体渐渐变得僵硬。据老人儿子回忆说，去年1月老人突发心脏病，送到医院抢救后，医生也无能为力，他们只好把老人接回了家。万万没想到，在他停止呼吸3小时后，突然开始剧烈咳嗽，慢慢恢复了生命迹象，一家人都怕得不行。老人的主治医生听说后都觉得离谱，因为实在没见过这种事。老人死而复生后，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奇怪变化，首先视力变好了，穿针引线根本不用戴老花镜，后脑勺开始长黑发，甚至老年斑都消失了，皮肤变得滑滑的。记者都忍不住摸了又摸。最让大家感到震惊的是，老太太竟然长出了新牙，专家看到都大跌眼镜，是真的大跌眼镜。虽然好像很难解释这种现象，但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，一家人都很开心。至于老人为啥能复活，貌似也不那么重要了。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，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。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啊，他也不废话，直接啃了一口。不仅如此，什么红薯、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，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。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。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，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。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，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。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，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，然后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，还要不断测试音准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就这，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。没想到还都吹响了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，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。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，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不过要说奇人，那还是得看下面这位大叔，他能在
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啊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，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一克就能卖3000块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，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，没想到啊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哎，这就很神奇了。上网那么一查，哎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工作人员闻了闻，哎，确实没什么臭味，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。但村里老人说啊，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，哪来的鲸鱼便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，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。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，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。一番分析后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。那婆婆就给接了。这座坟墓会蹦迪，它周围从来不长草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圆圈，而相邻的坟墓却杂草丛生，这光秃秃的一圈明显要比周围低了很多。即使有人围着坟墓转圈的话，至少也得走几千次才会有这种效果，而且还发现了本地根本不存在的植物种子。哎，真的是奇怪。坟墓是这位爷爷家的祖坟，他现在非常不安，因为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坟头寸草不生，称为光头坟，不是好兆头，预示着家族衰败，后继无人。他现在就想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。节目组在对面公寓架起了摄像机，第二天果然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生物。节目组辨认了好久，确认是一只野鸡。只见它不停地围着坟墓转圈，把正着转完反着转。那它为啥只围着这个坟墓转圈？为此节目组找来专家蹲下来模拟野鸡的视角来观察墓碑，转到侧面终于发现墓碑是镜面的，可以完整的照出自己，也就是说野鸡能从墓碑里看到自己。在发情期，雄性野鸡为了争夺雌性野鸡，在见到其他雄性野鸡时会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，它应该是把墓碑上的自己当成情敌了。至于在周围发现的植物种子，说明它在转圈的过程中还会拉屎而已。就在节目组调查的间隙，这只野鸡还在高温下锲而不舍地围着墓碑战斗啊，还真是个执着的野鸡啊！和它一样执着的还有下面这只狗狗。这座坟墓会叫，只见一只狗不分昼夜地趴在坟墓上，只要有人靠近，它就会疯狂地叫，非常警觉。村民说这只狗是2个月前突然出现的，一直趴在坟头上。另一位大妈还说那座坟墓的主人是被人害死的，非常惨。还有人说是来寻仇的。一时间关于这条狗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越来越灵异。节目组在墓地附近发现它在坟墓底下挖了个洞，平时就住在洞里，还找到了一个不算很旧的狗链子，所以说这只狗应该是有主人的。而且每当有车辆经过，狗狗都会很专注的观察，难道它是被遗弃了？都不知道它最近2个月是如何生活的。不过村民很善良，经常会给它提供一些吃的。即使这样，小白还是从不靠近人。对于它这种迷惑行为，节目组请来专家使出浑身解数，小白还是远远的待在一边。不过专家观察后发现，小白鼻子很湿润，看起来还是很健康的。村民还给小白做了个房子。刚开始小白还是很谨慎，但很快就接受了村民的爱，看起来也是饿了好久了。大妈表示，在它主人找到它之前，会好好照顾小白的。最后就祝小白早日找到主人吧。然而喜欢待在墓地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。这片墓地会开会，每到深夜，墓地里就会传来说话的声音，好像是有什么人在念咒语。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位大爷，对着坟墓不停地念叨着什么，直到天亮了他才离开。即使在路上也是喃喃自语，手里还拿着一个笔记本，有人说是死亡笔记，还说每天凌晨3点都会在墓地看到他。节目组大胆询问，大爷却说自己在背地名而已。书上记录着各地区号和道路名称，他还向节目组展示了一番，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。但为什么要在墓地背呢？大爷说墓地安静，能够集中精力，而且晨练的时候也要大声背诵。周围人都一副懵逼的表情，连狗狗都是懵逼的状态。他在墙上贴满了自己制作的表格，大爷说这样可以增强记忆。节目组想要考验他一下，给了一份人员名单，让他在1天时间内记下来。大爷先把名单抄了一遍，边抄边读来增加印象，即使在买东西也要一直背。1天过去了，检查时间到，果然大叔倒背如流。节目组却发现大叔手上写了些什么，难道大叔在作弊？大叔说这是白天写的，为了方便走路时背诵而已。那他为啥喜欢背东西？原来啊，大叔担心自己得老年痴呆症，背诵是为了增强记忆，慢慢的就喜欢上背东西了，甚至还成了老年大学的教师。看到了吧？不想痴呆就得多背诵啊喂！好了，我是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姐上。
老板说我这都打骨折了，要不送给你吧？那太好了，我先把钱收起来。接下来就是给朋友准备晚餐了。只见他来到好了，我是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鸡蛋连壳一起吃，一天要吃1斤蛋壳。大妈已经吃了10年。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啊，直接连皮吃。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。哈密瓜，带皮吃，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。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？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。哎，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果壳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。看样子味道也不错啊，2口就能吃下1个。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。没想到啊，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，拿起蟹壳直接开灶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啊还是生的好吃。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？啊，真的是奇怪。到目前为止，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啊，即使是榴莲，它也是带皮哦。这个没有。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，有营养，而且自己很健康。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。原来啊，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，哎，没想到胃里一下她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。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。一定要吃的话，最好中午吃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，他把
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凌晨3点，奶奶却不停地往地板上泼冰水，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，还说她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把平底锅放地板上，不开火就能把鸡蛋煎熟，水龙头流出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都能烫个水泡，在屋里站一会就会汗流浃背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真有可能会死。为啥会这么热呢？起初都以为是加热器出了故障，检查后发现加热器根本就没插电，所以不可能是加热器问题。大家又觉得那肯定是电路方面的问题，接着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些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奶奶热得根本睡不着，只能不停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有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异常高，即使在断电后，它仍在工作。看来这电表有问题啊！打开电表的瞬间，火花四溅，原来这电表漏电了。专家说房子高温很有可能就跟漏电有关，随即对房子里里外外研究半天，终于知道了怎么一回事。原来这房子是钢架结构的装配式简易房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随后维修人员找到粘在一起的电线，经过修复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这下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大妈脑袋里长了一块细。卡着玩，可能无意间就卡在了脑袋里。不过现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。要我说，更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个大妈，大妈屁股上
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婴儿车被包了起来，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，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。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，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，这样生活了10年。问他为啥不回家，他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，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。即使在外面，他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白天他又毫无目的的流浪，拿出一盒猫罐头开始吃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。这才看清楚，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一只猫。经过一番沟通，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。他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，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门。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，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，甚至包括电饭煲。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，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。然而一夜过去，并没有任何发现，却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。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，惊慌的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。节目组很疑惑，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，说：“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？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。”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。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她决定去医院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，必须尽快吃药治疗。原来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，因为没钱治疗嘛，很快就去世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父亲也去世了。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，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。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，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。只要在房子里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。